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暑期档临近尾声，各平台的王炸剧还在后面。全文4064字，阅读约需12分钟，帮我划重点。今年的暑期档已过大半，回望一下这段时间的剧集市场，只能说是《甄嬛传》里的枫叶不够红，热度高的剧集寥寥，很多观众都跑路去奥运里找乐子。好在奥运会已经闭幕，几大平台拿得出手的大剧存货也都不少。盘点一下接下来的待播剧们，我们不妨乐观点，观众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女频仙偶和落地古装，哪个能跑出爆款？先来看看古装剧里曾经最容易出爆款的仙偶题材。现在仙偶的说法有点过时了，很多剧更喜欢用东方神话、东方奇幻的旗号来宣传，但只要主角们穿着的是古装，故事里有人类之外的仙、妖、魔等种族，那还是会被观众们一律按仙偶对待。年初两部正儿八经的仙侠剧《仙剑4》和《仙剑6》一起扑街，其余大 IP 的表现也不及预期。今年到目前为止的仙偶市场沉寂非常，看一看接下来的仙偶卖相如何。仙偶存货最多的是爱奇艺，待播剧有《白月繁星》、《横门有狐临江仙》、《大梦归离》、《仙台有树念无双》、《狐妖小红娘竹叶篇》、《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等。其中《横门有狐临江仙》是于正公司欢娱影视首次尝试仙侠题材，凭借他对市场的嗅觉以及各种非常态的宣发手段，开播热度应该不缺。《大梦归离》导演是郭敬明，同样善于宣发，自带热度。同时，《大梦归离》没有原著 IP， 故事设定是妖要捉妖，在一众仙妖大战人妖虐恋的故事模板里，辨识度也算高。仙台有树导演尹涛加编剧刘芳的组合曾经产出过《琉璃念无双》，是唐嫣首次出演仙侠剧。狐妖系列虽然已经通过月红篇证实了改编难度很高，但有大 IP 和大流量演员加持，热度基本盘还是有的。腾讯视频的仙偶待播剧《永夜星河》改编自晋江大 IP《黑莲花攻略手册》，故事主线是女主角凌妙妙带着系统攻略并教男主木生，由于舒心、丁禹兮主演，恒星引力出品。虽然系统穿书设定已经在网文和短剧里烂大街，但在长剧集里它依旧足够新鲜。而且虞书欣加恒星引力加编剧白锦锦的组合，能不能再造出一个苍兰诀，也是卖点之一。优酷有限于陈飞宇、王颖璐千香引宋威龙，鞠婧1000朵桃花一世开张彬彬、孙珍妮，其中比较有爆香的是限于原作向师祖线上咸鱼为晋江大 IP。热爱躺平的乐观咸鱼少女和疯批厌世战斗力爆表大魔头的人设还是很新，很有戏剧冲突的，值得期待一把。落地古装类型里，优酷今年女频跑出了《花间令》《西花纸》《墨雨云间》3匹黑马剧集，杜华年热度也属不错，均为落地古装，存货里落地古装也不少。比较有看头的有《珠帘玉幕》，由赵露思、刘宇宁主演，讲述采珠少女一路揭开身世迷局、复仇打怪、终成一代女商的人生经历。蜀锦人家是谭松韵首部古装大女主剧，男主角郑业成，主线是女主角从染坊家的小姐成长为一代大唐之染使掌心，则是刘诗诗化身江湖游医，隐姓埋名复仇的古装悬疑剧，由唐朝诡事录系列导演百山执导，剧集质感也有保证。这几部剧的共性是故事主题中的女性力量都非常鲜明，女主角在剧集市场底盘不小。还有一部《春花宴》，和上述几部剧比起来思想没那么进步，原著就是一股古早狗血味儿，常年在女频虐文榜单里趴着，
男主角的渣和女主角的惨在晋江文里也是名列前茅的。从释出的预告和片花来看，春花燕在虐上也下足了功夫。虽然现在爽文当道，虐剧市场乏人问津，但优酷一向比较擅长做这种又土张力又强的剧。男女主吴谨言和刘学义今年还分别主演了上半年优酷的《三匹黑马之二》，有光环在身，两人合体兴许能给虐剧市场带来惊喜。爱奇艺则有《云起时七夜雪》，《云起时》改编自动漫《彩云国物语》，讲述女主角成长为彩云国第一位女官的故事，由李一桐、曾舜晞、邓为主演。《七夜雪》是改编自苍月同名小说，由李沁、曾舜晞主演的古装武侠悬疑剧。这些剧从设定上、IP 等来说都称得上各有亮点，不过从题材和演员阵容来看，很难出大爆款。腾讯视频落地古装待播剧有《贵女流水迢迢》、《锦绣安宁》、《锦月如歌》、《九重子》，其中《贵女》、《锦月如歌》都是改编自《墨雨云间》作者千山茶客的小说，以女性复仇逆袭为主线，分别由陈都灵、周也主演。复仇爽剧是否百试百灵，就要看这两部剧的表现了。《锦绣安宁》改编自晋江大 IP 首府养成手册，由张晚意、任敏主演。《流水迢迢》同样来自晋江，由任嘉伦、李兰迪主演。《九重子》由孟子义、李云瑞主演。原著 IP 来自起点女生网，与《流水迢迢》一样，爱情之外，在朝堂、家国上着墨的地方也不少。芒果 TV 的古装大剧储备较其他平台少，最令人瞩目的是《水龙吟》和《国色芳华》，前者是改编自藤平小说《千结梅》的玄幻武侠剧，属于女频大男主，由制作过《长月烬明》的塔塔文化等出品。藤平的同名作品改编的悬疑武侠剧《莲花楼》在去年暑期档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所以这个阵容颇具期待值。国色芳华则是杨紫和李现二搭，改编自起点女生网同名小说，写身为百花匠人的女主角一路成长为济民救世、帮扶天下的传奇的故事。还有一部于正剧《五福临门》，写的则是一家子闯京城创业、恋爱的北宋市井姻缘喜剧，由卢玉晓、王星越主演。总的来看，奇幻仙偶剧里大 IP、强人设、流量演员的组合看上去还是最有爆香的，而落地古装里来自晋江之外的潇湘书院、起点女生网等的 IP 在增多，他们比起言情气质更浓的晋江，在创业、复仇等方面的落笔更多。落地古装如今也10部有8部女主在创业，剩下的在复仇，把情爱当主线的类型数量有所减少。当然我们也都清楚，他们在剧里该谈的恋爱一点也不会少。男频古装剧有赶超《庆余年》的希望吗？男频在数量上虽然和女频无法抗衡，但《庆余年》第2季的成功，让我们对接下来要播出的男频剧期望也水涨船高了。大凤打更人原作和《庆余年》一样是起点顶级 IP， 自带流量底盘。新力在《庆余年》和赘婿后对男频开发也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班底。大凤打更人编剧杨雨晨和导演邓科曾经合作过赘婿，对古装轻喜风驾轻就熟，剧情节奏把控也没问题，这些都是他被看好的硬指标。更大的变量似乎在于，从女频火起来的王鹤棣，这次还能不能入男频观众的眼？男频成就全民爆款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能收割男性观众，而《庆余年》赘婿除了剧本扎实等因素外，选角也很关键。《庆余年》的张若昀，特别是第1季赘婿的郭麒麟，都不是传统女频帅哥，他们的气质、长相、演技在男性受众那里都是很有观众缘的。张若昀还处在一个可进可退的临界点上，他打扮起来也能斩获大批女粉。江夜20王鹤棣演宁却是被全方位无死角批判的，虽然换人后观众看不顺眼是正常，但他演的也确实不行。苍兰诀后王鹤棣飞升流量小生，人气直线上升，
但它能不能经受住男频市场的考验等大凤打更人上了再见分晓。斗罗大陆2由凌河文化出品，田凉凉任编剧。这个组合容易让人想起三体，男女主则是周逸然和张雨绮。斗罗大陆1是新立的剧，男女主分别是顶流肖战和刚参加完创造营人气正在巅峰的吴宣仪。虽然续作换人且知名度低于前作，但凌河这个组合顶峰改编过如《三体》这样的大制作，口碑上稳。但接过这个大 IP 二代，稳中能否进一步求胜还有待观察。爱奇艺的男频储备不多，改编自小说《西域列王记》的《四方馆》可算一部。《四方馆》也是类似唐朝诡事录的单元探案剧集，以唐朝为原型，叠加了外交斗争和清洗元素，由谭健次、周依然主演，设定有趣，但 IP 知名度有限，受众也算不得十分广阔，它的上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优酷的男频储备有杨洋的《凡人修仙传》、肖战的《藏海传》，还有张颂文的《清明上河图密码》。前两者属于大 IP 加大流量的吸睛组合，《凡人修仙传》是凡人修仙流小说的开山之作，《藏海传》改编自《盗墓笔记》前作《藏海系林》，属于古装权谋作。但还是老问题，他们两个从女频爆出来的大流量，也男频大男主却未必能破圈，而且杨洋和韩立的形象不匹配。《藏海传》是权谋类，如果做得太厚重，也很容易劝退观众。另一位男频古装悬疑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则由书圈顶流张颂文出演男主，是否能爆也带来很大悬念。各平台积蓄的现代剧数量远比古装剧多，爱情、家庭、职场、犯罪等等类目繁多，气质多样。爱情剧是年轻花生们的天下。爱奇艺有《爱你你的谎言也动听》，冬至白色橄榄树，优酷有难哄半熟男女，腾讯视频舍不得星星爱情有烟火。现偶剧比古偶难爆，非常考验演员之间 CP 感。这些剧里 IP 比较大的属白色橄榄树和难哄，分别来自晋江县岩头部作者九月溪和主以。前者作品改编有《少年的你》、《我的人间烟火》、《你比星光美丽》、《微暗之火》等，主以则有《偷偷藏不住》、《当我飞奔向你》，都有热度高的影视改编作品。半熟男女改编自豆瓣阅读作者柳翠虎的《这里没有善男信女》，根据他同名作品改编的《装腔启示录》去年在豆瓣收获了 8.1 评分，剧集创新气质很足，但最终并未突破大众壁垒，半熟男女大概率也会成为小众口碑作品。更现实向的剧集中，爱奇艺的《凡人歌》樱桃、王骁、芒果的小巷人家闫妮、李光洁值得关注。两部作品都出自热衷现实主义作品的正午阳光，主演阵容都是实力中生代演员。正午阳光近年来缺乏较好叫座的作品，这两部现实主义大剧将成为关键。腾讯视频的《六姊妹》改编自豆瓣阅读作者伊北的同名原著，由西西影业出品。此前由他作品改编的《小日子》热度颇高，隐身的名字同样改编自豆瓣阅读作者一男的同名小说，由倪妮、闫妮主演，导演则是执导过《梦华录》《不完美受害人》的杨洋，讲述两代女性的挣扎与互相救赎。今日在爱奇艺上映的9部的检察官为犯罪题材检察剧，由张译、秦岚主演。张译演这种一身正气的检察官角色已经演成了精。迪丽热巴曾在《公诉》里演检察官，在腾讯视频的待播剧《利剑玫瑰》则是讲打拐警察的故事。法案剧是各平台都在做的常青剧集。真正吊足胃口的是3大平台的悬疑剧场。迷雾剧场有《乌云之上》，孙俪、罗晋主演，《借命而生》陆川执导，秦昊主演。X 剧场有王宝强的《骑士》，段奕宏的《超感迷宫人世间》，李路导演，张若昀、马思纯、唐嫣主演的《人之初》。优酷白夜剧场上半年有话题度颇高的新生以及气质独特的诗风悬疑剧《微暗之火》，曹保平监制，算导演，郭麒麟、
吴镇宇主演的《边水往事》也已经定档8月16日，聚焦一个鱼龙混杂的热带区域的悬疑往事。张艺谋监制，黄景瑜、张瑜主演的东北悬疑剧《雪迷宫》也将于近期定档。千呼万唤的《白夜追凶2》也快出来了。几个平台的待播悬疑剧阵容都很豪华，潜藏着爆款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待播剧里严肃文学改编的剧集不少。爱奇艺在《人世间》爆款之后，一直在努力做文学气质强的作品改编。今年上半年，微尘剧场推出的《我的阿勒泰》虽然是8集迷你剧，但口碑和热度都很不错。爱奇艺待播剧还有白鹿、欧豪领衔主演的《北上》，根据徐则臣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与《追风者》的制作公司启蒙影业同一班底，根据贾平凹的《高兴》改编的同名作品。据赵德发的农民3部曲小说之一《钱权与决绝》改编的《生万物》，杨幂主演也于近日杀青。腾讯视频则有根据马伯庸作品改编的《长安的荔枝》，雷佳音主演。严肃文学改编的大剧在这几年能拿得出手的依旧有且仅有一个《人世间》，希望这几部剧里能再出一个爆款。正剧范的作品里，让人格外期待的是和《觉醒年代》原班人马打造的《伟大的长征》，张永新执导，龙平平编剧。在《觉醒年代》里经验回头的张晚意已经一头扎进了古偶赛道，不知道《伟大的长征》能再出一个有正剧范的小生吗？暑期档过后，真正的王炸爆款能出现在剧集市场里，而不是一直在路上。